咱们今天画一张这个4尺横幅啊，没有写上啊。4尺调平，4尺调平横幅的啊，横。然后这个长是138，宽是34.5。咱们安排这里大概有3朵花，一朵主花，后面2朵基本上是都在后面的层次。然后这里一朵，一个多和少的一个对比关系。好，大概就这样子一个构图哈，大概就这样子一个构图，横的啊。那我们今天先写成这一朵花，来，我们首先来调色。来，我们这朵花，大家看到了这朵花哈，看到这朵花，大家一起来分解一下它的颜色，好不好？来，一起来分解一下颜色。来，第一个肯定还是这个太白加3绿加胭脂，好，底色。然后主要颜色有什么？大家一起来分解一下啊。来，3青，但是要胭脂啊，胭脂要啊，玫瑰红、牡丹红，还有胭脂。深色地方可以再加一点太青蓝哈，辅助颜色用一点太青蓝。好，这个是我们今天要用的颜色。那我们先来调色啊。好，太白。好，来看一下这个底色啊，还是稍微感觉还是有一点点干，再加点水，稍微稀一点点哦，稀一点点，因为这朵花的颜色还是比较深。
好，4尺调平的纸啊。好，来把今天的要用的颜色给，连调色都没有调啊，就开始画了。要用什么颜色？三青。玫瑰红。牡丹红。胭脂。太青蓝。好，第一朵花我们先画到这里啊，折一下中线啊，找到中线的位置，好安排这个花的位置啊。咱们还是一样，这种长一点的纸，我们折一下中线啊，折一下中线，这样我们可以找到我们第一朵花的位置。反正这些花不管怎么样，就是高低哈，高高低低的一些花来搭配。好，我们第一朵就画在这里，大概在这个一半的这个中间这里哈，一半的中间这里，纸的一半的中间这里。好，我们开始啊，开始我们今天晚上的第一朵花。来，首先我们调色啊，首先我们把这个三青，把三青均匀的调一层在笔肚里，不要太多了，薄薄的一层，然后再调这个玫瑰红，调玫瑰红。这朵花它也有一点二乔的感觉，有些地方的花瓣比较深一点啊。调一点玫瑰红，然后笔尖调这个牡丹红，笔尖调一点牡丹红。好，反半的时候笔尖就牡丹红就可以了啊，不需要胭脂。好，第一朵花的位置我来看一下啊，看一下在不在屏幕里。好，第一朵我们就从这里开始了啊，从这里开始。好，稍微画小一点哈，亲爱的家人们，咱们画这个4尺调平，要画这个横的花。想要多画几朵花的话，一定是要画小一点点，不然就画不下去了。好，这些反半啊。好，再来补充。好，再来补充一点玫瑰红，一点牡丹红。好，笔尖再来一点点啊，笔尖再来一点点，笔尖再加一点点牡丹红，加一点牡丹红。好，里面加层次啊。好，笔尖再来加一点点牡丹红。好，笔尖不停的去补充，每画一笔去补充一点点。好，再来补充一点点这个三青。补充一点三青，补充一点玫瑰红。哎，这个三青不小心来了一坨，补充一点玫瑰红，补充一点点这个牡丹红。好，这个里面啊，里面这里
密的地方还可以更密一点啊。好，再来补充一点啊，补充一点，这一笔颜色调的3青有点多了，3青有点多。后面这几笔3青调的有点多。然后我们现在定一下花心哈，花心大概在这里啊，花心大概在这里。来，再补充一点玫瑰红，补充一点牡丹红。好，这些花瓣又往下，再补充一点啊，补充一点。补充一点牡丹红，然后再补充这个花瓣的一个层次啊，叠加的一个层次。好，笔尖再来补充一点点牡丹红，笔尖不停的去补充深色。好，这个花瓣让它有大有小，有变化，有大小的变化。再补充一点玫瑰红，补充一点牡丹红。好，再来补充一点牡丹红。好，现在笔上有点干，咱们来用笔肚去加一点点底色。加底色之后，我们还是一样，加完底色之后，我们再来补充一点3青哈，再来补充一点3青，然后补充一点玫瑰红，补充一点玫瑰红，补充一点牡丹红。这一笔多来一点点啊，多来一点点牡丹红。好，补充这个花瓣的一个层次啊。好，再来一点点牡丹红。好，笔尖再调久一点哈，调均匀，把颜色由深到浅啊，一定要把这个渐变的这种感觉调出来啊。好，这一个花瓣大一点啊，顺便的去回笔啊。啊，这个上面这一个也是啊，可以回一下笔。这个架子基本上搭成这样也差不多，我们看一下。来，再来补充一点啊，笔上干了就补充底色，补完底色之后就调一点点3青啊，每次补完底色就调一点3青，调一点玫瑰红，然后调一点牡丹红。好，笔尖还是要不停的去补充深色，没有补充深色，这个笔尖上没有深色，这个花瓣它的这个边缘就没有深浅变化，所以要不停的去补充一点这个深色。好，这一朵花这个架子这一部分基本上可以了，然后我们再来补充一点玫瑰红，补充玫瑰红，再补充一点牡丹红。
好，这一部分啊，然后我们去补充深色，这个架子就搭成这样，搭到这里这个架子就可以。然后我们补充深色，填空啊，我接下来填空。我们基础课里面会一步步的讲，像这一朵基本上是一个盛开的一个包菜形啊，基础里面会非常详细的去分解各种花型的一个画法。好，我们接下来还是这个时候可以补充一点水分啊。这个时候我们如果说我们要画很深的颜色，我们不去补底色，我们也不洗这个笔上的这个这个已经含有的底色，就让底色也有一点点，然后我们直接补充水分啊，直接补充水分，然后调多一点颜色啊，调多一点这个玫瑰红，好，调多一点玫瑰红。然后调牡丹红，然后调牡丹红。咱们直播间每次都在带着大家一起写生各种花头啊，再蘸点胭脂哈，这样子颜色在更深很深的情况下，我们去补充这个缺口，补充缺口里面的正半啊。好，再来补充一点啊，补充一笔，这个深色就没有了，我们又要再去补充这个胭脂了啊，再重新去补充这个胭脂。好，再来补充一点胭脂。好，再来补充一点胭脂。好，再来一点点胭脂哈。深色这个花瓣啊，要补充充足一点的胭脂。好，补充一点牡丹红，补充一点胭脂。好像这些小的细节里面也要补充一点深色进来。来，再来补充一点牡丹红，补充一点胭脂。好，继续把这里的这个正半笔上，我的笔上的水分还是有点大。好，贴上来啊，这一个花瓣这样子翻展过来啊，翻展过来。再来一点点胭脂哈，把这边这个缺口里面啊补上最深的。好，很深的地方已经差不多了啊，还有一些画的不够到位的地方，可以稍微的加一点点。咱们直播间就是画真正千姿百态的牡丹花，真正的千姿百态牡丹花，每一朵花都不是一样的。就是有一些你传统以前的画法，就是画牡丹花很容易把所有的牡丹花画完，所有的牡丹花都长得差不多，那样子就很没意思了啊，就没有什么看的啊，没有看头，每一朵都是一样的，你说看什么？都是一样的，一幅画经不起推敲啊，就是一眼看没了。
好，咱们把笔洗一下，因为现在笔上的颜色很深，我们其他的花瓣不需要那么深的颜色，所以我们现在把笔去洗一下，把笔尖上的这个很深的颜色去洗掉啊。来，我们把底色重新搅一搅，因为它会有一些沉淀。来刮掉笔上多余的水分啊。那接下来这个花的话，我们要控制一下它的大小，所以不要把它画的层次太多了啊，层次也要控制一下。好，我们先来蘸一点点这个三青哈，先蘸一点三青，然后蘸一点点这个玫瑰红，蘸一点玫瑰红。笔尖来一点点牡丹红就可以了哈。好，笔尖调一点点牡丹红，然后把这些其他的这些正瓣啊，其他这些正瓣都把它补上啊。好，这上面是一些虚的花瓣啊。虚的花瓣，我们要直接就用基本上就用底色去画，加一丁点这个颜色就行了哈，加一丁点颜色。笔尖上有一点点深色，啊，这个笔尖来一点点深色，让它这个花瓣有一点点层次出来啊。啊，这里加一个反瓣啊，加一个反瓣，然后我们再来还是一样调一点这个玫瑰红，调一点牡丹红，笔尖可以调一点点胭脂哈。好，这里再来补充一个正瓣。好，这一笔的话，水分稍微有一点点多啊，水分有点多，它会有点反光出来了。好，现在蘸一点底色，先蘸一点底色。拿一张纸巾，如果水太大了，我们可以用纸巾去吸掉一点点这个水分，知道吧？控制好笔上的水分。好，再来调一点点三青，调一点点玫瑰红，调一点牡丹红。好，这边来一个花瓣啊。好，再来一点点牡丹红。好，这边去补充花瓣。来，我们再来笔上再来补充一点点底色啊。然后还是一样调三青，笔肚上调一层三青哈，薄薄的一层三青。因为到这下面的花瓣，我们的三青可以稍微的多一点点啊，三青可以稍微多一点点，慢慢的去渐变，然后调一点点这个玫瑰红，调一点玫瑰红，然后笔尖调这个牡丹红。牡丹红，现在我们可以加一点胭脂了啊！到这个下面的这些花瓣，可以稍微加一点胭脂进来。这一笔的话，可以稍微调深一点啊，把胭脂可以多加一点点，胭脂可以多加一点点。
这一笔深一点。好，这里可以画一个大花瓣。好，一个大花瓣。然后我们接下来调的色里面更加深一点点的时候，我们可以加一点点钛青蓝进来了啊，加一点钛青蓝，然后再去调这个玫瑰红、牡丹红，然后再调胭脂哈，再调胭脂。好，再来加一点玫瑰红，加一点牡丹红，笔尖加一点点胭脂哈，笔尖加一点点胭脂。好，来一层小的，再来一层啊，再来一点点这个玫瑰牡丹红哈，再来一点点牡丹红。我这里再来一层花瓣。花瓣要不规则哈，不要把花瓣都画的太过于这个圆或者是平整。有一些花瓣我们可以顺势的可以回一下笔啊。好，再来蘸一点底色，轻轻的蘸一点底色，然后这个时候我们的钛青蓝可以稍微的多一点点啊，钛青蓝可以稍微的多一点点。直接到这个玫瑰红就不要了，直接加一点牡丹红，加点胭脂就可以了，或者是直接加胭脂也行哈。好，我们看一下这里这个花瓣啊。好，这里来一个花瓣，但这个花瓣的话，我们还要看啊，怎么去延伸一点点啊，延伸一点点过来。好，顺势的回一下笔。好，我们的笔尖再来补充一点点胭脂。因为现在这个花瓣它不是特别大，所以我们的笔肚里面还有这个颜色。好，也是一样啊，顺势的可以回一下笔啊。来，我们再来把笔去洗一下，把笔洗一下，因为我们现在要调整外形，呢，不想画太大，所以不能画那么多层次啊，画太多层次，这个花呢，老师下面再增加什么色？好，我们再看一下这朵花，我们调一点点盘子多余的颜色来调整一下这个外形，好不好？看一下哪里需要去调整啊，哪里需要去调整一下。蘸一点点这个三青，蘸一点点这个玫瑰红吧，蘸一点玫瑰红或者是牡丹红。咱们把这个花瓣稍微加大一点点啊。好，这个花瓣加大一点，或者是用回笔的方式，用这种回笔的方式去加也可以啊，用反笔去加也可以。本身这朵花后面还要画一层花瓣的，是因为我们这朵花咱们不想把它画太大了。因为太大，待会儿这个四尺横幅就画不下那么多了。
好，这里再来加一点点啊，加一点层次进来，加一点层次进来，蘸一点点这个三青哈，蘸一点点三青。后面哪里需要加层次，我们这直接这个回笔啊，回笔去加上去就好了。好，有的地方回一点点红色的进来。好，这朵花基本上就差不多啊，有些地方可以加更红一点啊，再来一点这个玫瑰红，一点牡丹红，一点玫瑰红，一点牡丹红，一点胭脂。像这个圆花中，这里有一个稍微深一点的啊，深一点的，我们把这里加深一点。好，把这个花瓣这里加深。让深的地方更深一点，深浅变化的这个层次，有这个深浅变化的层次。好，再加一点胭脂，把这个不够深的地方，我们再加一点胭脂，让它再深一点哈，让它再深一点。咱们再加一点牡丹红，加胭脂，把这个花心的地方填上这个最深的颜色。这朵花是不是特别简单啊？今天就画了一朵特别简单的花，简不简单，亲爱的家人们？就是层次没那么多的，特别简单好画的一朵花。好不好画？对于我们的家人们来说，实在是太简单了，是不是？好，这个花心的地方啊，花心的地方填上最深的啊，花心的地方填上最深的颜色，是不是层次也很简单？一朵花很快也就画完了，是吧？简单吗？好画吗？花心待会儿再画。如果现在画花心的话，它这里有点太湿了一点点啊，有点太湿了一点。好，我们再画下一朵啊，我们上面这里再来一朵，要不我们直接把它旁边这一朵放上去，或者是我们上面这里一朵就这一朵在这里，这一朵上一点还是这一朵上一点，这一朵上一点，这一朵下一点。会好一点啊，高低起伏。好，我们再找一朵好不好？这朵稍微感觉小了一点点，这后面的不要画这一朵吧，后面的咱们画一个绣球吧，画一个球状的。来，我画一个银耳形的啊，画一个银耳形的，相同的颜色，相同的颜色啊。画一朵银耳形的吧。好，来，我们重新来调一下底色啊。四指调平的这个横幅的啊，四指调平的横幅的，所以咱们想要多画点花上去，就把这个花画小一点点啊。然后这一朵花咱们又把它这个简单化了。平时我们画的这个花都这个层次很丰富，这朵花我们也简单化，没有画那么多层次啊，没有画那么多层次。这个大花瓣也没有说像我们平常一样让它很夸张很大。当然这个还是啊，该大的还是很大了啊。好，我们还是一样哈，调色一样，调色还是用这个三青哈，玫瑰红这一朵的话，玫瑰红用多一点点啊，牡丹红少用一点点啊。这个玫瑰红的话，它其实一个用那个什么，用那个玫瑰红可能会更好一点点。
圈一下花的位置啊，圈一下花的位置，不要画太大了。好，银耳形的花，我们就更随意一点点哈，亲爱的家人们，随意一点的去画，看到吗？我笔上现在水分很多，可以一次性把笔上的水分可以用完它。好，各种各样的花瓣啊，各种各样的花瓣很随意，很任意的去组合，而且一朵花可以快速的把它完成。好，这个一笔上的颜色基本上用完了哈，基本上用完了，我们再来补充颜色，补充这个玫瑰红。补充多一点玫瑰红啊，这朵花主要用玫瑰红，啊，多一点玫瑰红，可以加一点点牡丹红，加一点点胭脂，来把这个稍微深一点的地方，把它层次把它体现出来啊，深一点的地方用这个深色的这个颜色。再加一点点玫瑰红，再加一点玫瑰红，加一点点胭脂哈，可以加一点牡丹红，再去加胭脂，颜色会更鲜亮一些。来，再加一点牡丹红，加一点点胭脂，颜色一定要调均匀哈，亲爱的家人们，颜色调均匀，这朵花这个花才能画得好看啊。你看这个笔尖上不够均匀，画出来这个花瓣马上就不好看了，所以你就看着它不舒服，你就想把它重新调一下。好，再补充一点牡丹红，补充一点点胭脂，像这个绣球形哈，如果说越画快，它可能会越好看。因为你要用笔要洒脱一些，会更好看一些。好，调一点点这个玫瑰红，调均匀哈，再调一丁点牡丹红，调胭脂，主要以玫瑰红和这个胭脂为主哈，用玫瑰红和胭脂为主。好，再加一点点牡丹红胭脂，因为发现有的时候不太均匀，你画完之后，颜色如果不均匀的话，画出来的这个花瓣就不好看，所以一定要保持这个颜色的均匀啊。好，再加一点点玫瑰红，加一点点牡丹红，颜色不要混了啊，加一点胭脂。好，这里再来一层比较深色一点点的。好，加一点点玫瑰红，加一丁点胭脂哈。好，直接把这个颜色也融合进去吧。好，笔肚上再来补充一点底色啊，轻轻的去补充一点底色。
好，笔尖上的这个胭脂我们不想太多了，把它划掉一点点啊，划掉一点点，或者是你实在要求高，可以去洗一下，洗一下笔尖，洗一下笔尖，然后重新再调一下这个颜色，搅一下这个底色。好，搅一下这个底色。还是一样啊，蘸一点点三青，蘸一点玫瑰红，蘸一点三青和蘸一点玫瑰红，我们就开始可以画了啊。诶，这笔尖上你看一下，这个颜色有一坨的，有一坨的说明没有调均匀，你要再去调一下，不要让这个笔尖有这个一堆的这个颜色在。啊，这种花瓣啊，颜色有这个深浅的变化。好，再一笔深一点点啊，多调一点点颜色，多调一点玫瑰红，一点牡丹红，一点胭脂。好，一点牡丹红，一点胭脂。好，这个是这朵花比较中间的一部分啊。到外围了，我们慢慢这个花瓣就会更随意一点哈。我们调一点，再调一点三青，调一丁点边上的这个玫瑰红就可以了，不要调太多了，不要调太多了。好，直接点上这一朵花的这个虚的花瓣，把这个花瓣的虚的部分调一点点颜色就可以了，笔尖上加一点点颜色就可以了。沾一点点这个玫瑰红，好，但是要有点出这种笔触，要有这种笔触，不要完全把它点成一片的。你看它的花瓣有点碎，你要画出这个花瓣的碎的这种状态。好，笔尖上蘸一点点颜色就可以了。好，慢慢的由实到虚的这一个渐变的一个过程。好，现在笔上有点干，咱们再来蘸一点底色。这些花瓣就很随意的去画，看到了吗？就很随意的去画这些花瓣，就没有什么很大的规则，就是要更画的随意一点，但是你要有大关系在哈。大关系是什么？花瓣的这个深浅，颜色的深浅变化，物象的这个虚和实的这种对比关系，花瓣的大和小的这种对比关系一定要有的，知道吧？调一点三青，然后调一点点这个玫瑰红。好，花瓣要有大有小啊。好，笔尖蘸一点点颜色，不要太多了。有的时候笔尖要稍微的深一点点的颜色进来。好，蘸一点点，补充一点点三青，补充一点点这个玫瑰红。好，这朵花的花瓣主打一个非常碎，待会儿也可以用回笔啊。
待会儿我们也可以用回笔器调整，回笔器调整啊。好，我们接下来底下的花瓣要越来越深了，先来补充一点底色，后面的花瓣我们还是一样啊，调点太清蓝，进来。哇，这个太清蓝调的有点多，哈，看一下行不行啊？试一下，一下子调多了一点点，调了太清蓝还是调玫瑰红，然后调一点牡丹红，然后调胭脂哈。调的有点多，太清蓝有点多，来看一下啊，画一下试一下这个效果，也可以啊，多就多吧啊，也行，再来补充一点点啊，好，两个花瓣相交接的地方，好，两个花瓣交接的地方，这里底下我们再来补充两个稍微大一点的花瓣，然后缝隙里面我们再来补充一点点这个碎一点的花瓣啊，小一点的花瓣，补充一点牡丹红，一点点玫瑰红，一点胭脂。好，这里可以来一些小一点的花瓣进来，再来补充一点胭脂。好，这也可以重叠过来哈，好，再来一点点胭脂哈，这边的这个花瓣啊，这边花瓣颜色不想要那么深啊，慢慢的变浅，不然过度的会不够自然。把笔上的这个颜色可以稍微擦掉一点点啊，然后我们再来还重新补充一点底色进来，就不要它那么深了啊，然后直接调一点点玫瑰红，进来啊，调一点点牡丹红，调一点玫瑰红，一点牡丹红，一丁点胭脂就可以了，不要太多胭脂。是啊，让它稍微过渡一下啊，不要一下子变得很深啊。好，再来蘸一点胭脂，好，这个缺口最深的地方还是要画上最深的颜色。好，看一下啊，这朵花基本上可以了，不要那么大，因为圆花它肯定大一些，但是我们要看这个画面啊，看我们的自己的画面，就是你的画面你想画小一点啊，咱们就要控制一下，把笔擦一下，笔尖上有一点点颜色可以回一下笔，趁着这一点点颜色去回一下笔啊。蘸一点点这个牡丹红去回笔。好，洗一下笔啊，我们调整一下，沾一点底色，然后刮掉笔上多余的水分，好，我们蘸一点点盘子旁边的这个三青哈，那我们刚刚说这里还要调整啊，我们调整一些这个碎的花瓣出来啊，蘸一点点花青。好，不要太平均了啊！调整的时候，这个尖尖的这些地方，尽量不要太平均了啊。
沾一点点这个三青或者是太青蓝啊都行。我们来把这些花瓣的这个边缘调整一下，加一点点颜色进去，让它使它显得更加通透一些啊，把它的这种通透感，把它表现出来。中间也有一些花瓣，我们也加一点点啊，有一些花瓣我们也加一点点，就像这种比较白一点的，我们加一点点蓝色进去，让它一点点这样子，有一点点透一点点这个蓝，它会显得跟上面的去呼应，会显得更加通透一些。或者是你像这朵花，它特别阳光，在阳光的这种感觉，你也可以加一点太白进来，但是其实没必要。我们画国画没有必要去表现它的光影，就不需要去表现它的光影的这种效果，我们就画国画就这样就行了啊。来，我们画一下花心哦，加一下花心，我们加一下花心。来，这个花心直接用盘子里这些颜色去画。这有三青，来，我们用这支小一点的笔啊，用这支最小的笔来画这个花心。好，我们来一组、二组、三组、四组、五组，画5组花心啊。好，加花心分5组，像点这个小蝌蚪一样啊，点小蝌蚪一样点上这个花心。好，中间再来一组。
花蕊的话，这样子哈，我们分5组。我们刚刚不是画的时候，我就跟大家说点了5组啊，1、2、3、1、2、3、4、5，5组，一组组的去点。你要按着这个花的形状去画这个花心。你看你的花瓣往里包，你的花心也往里包。你的花盛开的很开，你的花心也往朝着你的花瓣的方向去走，明白吗？花心要朝着跟着你的花瓣的这种姿态和形状去走，然后我们点成一颗颗的啊，点成一颗颗的，一颗颗的像水滴状啊，小蝌蚪状这样子就可以了啊，小豆芽这样子的啊，一组组，而且要点密一点点哈，这中间都要点密一点，然后跳出来的可以有一些跳出来的，但是密的地方哈，像这些密的地方可以很密。密不透风，你就不要全部都是散的。我们刚开始学的朋友，有很多朋友点这个花心，整个的都是散的，都看到很多空白，就感觉很散，知道吗？就是不要太散了啊。好，这一朵花也点上一些花心。好，这个多的地方，这个点，这个绣球形啊，银耳形的点花心也是，一定要密的地方多的地方多，让它有多少的对比关系。你看我把这一块点的很多啊，其他的可能有第2多的，还有第3多的，还有最少的，要这样子，不要平均分配，每个地方都点个3、4点，每个地方点2、3点，这样平均分配就不好看啊。一定要有这个疏密关系，多少的这种对比关系啊，明白吗？点花心的。好，这2朵花我们要不先把它，我看一下啊，看一下这个纸还有多长。诶，这纸还挺长的呢，可能还画的有点，可以画多一点呢，可以画多一些。正面看一下啊，这里一朵，这里一朵，这先把这里来一朵，画的很小啊，这个花画的很小，可以，咱们内容可以画多一点点啊，内容可以画多一点。好，在这里来一朵吧啊，在这里来一朵，这2朵是一样的颜色。再我们换一个颜色吧，要不换一个颜色去画，换一个颜色啊，再来一个颜色，再来一个颜色好不好？咱们再调一个黄色的好吗？橘黄色的，再调一个橘黄色。啊，这个颜色可以不写出来哈。橘黄色我们用这个珠标，藤黄珠标，还有这个藤黄珠标曙红，藤黄珠标，藤黄珠标大红曙红。大红曙红胭脂吧。
胭脂啊。来，我们再画一个不一样的颜色。藤黄、朱标、大红、胭脂，后面会有一些，还加一点这个赭石焦茶吧，赭石焦茶，这是啥？焦茶。好，咱们把笔洗一下啊，把笔洗一下。哦，底色我们再加点水吧，底色再加点水，再稀一点啊，加一点点水进来，好，把它搅一下，搅一下，刮掉笔上多余的水分，刮掉多余的水分，然后我们再来调色。我们现在用的颜色是藤黄，先调一层藤黄啊，调一层藤黄在笔肚里面，薄薄的一层藤黄，然后再调这个朱标，调朱标哈。颜色多的话，慢慢颜色多，它复合色颜色画出来更。来，再调一点朱标，调一点大红。哎，还没想好画哪朵花，要不写生啊？随便画还是写生？还是写生啊？找一朵花，咱们还是找一朵花来写生。画一个什么形的呢？要不就画一个绣球形吧。好，画一个绣球形。那我们只是找这个花的话，只是做一个例子啊。好，再调一点大红，调一丁点曙红，调一丁点曙红啊。这朵花我们就画在这个地方，稍微的矮一点点吧，比这一朵矮一点点，比这一朵高一点点啊。好，多来一点点这个朱砂大红、曙红。好，曙红。好，这个是中间的啊，花瓣啊，各种各样的碎花瓣，像这种花也是，可以很快把它画完它。想学习的朋友有没有？来，再调一点藤黄。来调一点藤黄，调一点这个朱标，调一点大红，笔尖可以来点曙红。
好，笔尖来点大红，来一点曙红，笔尖让笔尖的颜色更深一点啊。好，珠标大红、曙红，可以蘸一丁点胭脂啊，深的地方可以蘸一丁点胭脂。好，今天这个画了，这个是第3朵了哈，亲爱的家人们。今天这幅作品里面，把这个花画小一点哈，这个尺寸也不大啊，尺寸是一个4尺调平哈，来蘸一点曙红，蘸一点胭脂，4尺调平的，咱们可以画成一个横幅的。那想要内容多一点，咱们就把它画小一点哈，就是你们看自己纸的情况。假如你的纸，你想把这一张小小的纸又想画多一点东西，那就把所有的东西都把它缩小，花也缩小。有些家人说我画不小没有关系啊，画多了你就能控制了。你刚开始学的时候可能是画不好啊。好，把这个有一些缝隙里面深的地方，我们顺便可以加深一点点啊，让它更深的地方让它更深一点点，蘸一点曙红，蘸一点胭脂，把有一些深的地方再提一下，提深一点点。不够深的地方啊，就是不够深的地方，咱们再来提深一点，这样子层次会更好一些。这样子深浅变化层次可以更明显一点。好，把笔尖去洗一下，不想要那么深哈，不想那么深的时候，我们再来蘸一点底色，轻轻的补充一点底色，然后去调这个藤黄，调藤黄。笔上一定要干净，你调出的颜色才干净。如果笔上不干净，你调出的颜色它也不干净啊，所以要保持笔上干净。好，这碎的花瓣啊。好，慢慢这个花瓣颜色越来越浅了。啊，这是虚的花瓣，我们用这种点的方式去点出来啊。好，笔肚上再来沾一点底色，轻轻的加一点底色。因为这个花要控制大小，所以我们都要用笔，我都要小心一点啊，没有放开，没有把大笔一放去画，就是小心翼翼的去画。小心翼翼的去画它，因为咱们这个纸很小，想要画多一点内容。好，蘸一点朱砂，蘸一点大红，蘸一点曙红。好，我们底下再来画一些这种大花瓣啊，画一些大花瓣。蘸一点蘸一点藤黄，蘸一点朱砂，蘸一点大红，画一些这个花瓣的层次啊。这里会有几个这个反瓣的这种翻展过来的这种层次，画一点层次之后，我们再去展开其他的这个大花瓣啊。层次里面补充深色的地方可以加一点点胭脂，在前面的颜色基础下加一点点胭脂。好，这种层次就
就这样是很这个什么样的表达出来，不用说把它太过于太仔细，因为这个绣球形的这个花瓣，整体的它都是，就是你就看不清楚这个正反瓣啊，也不需要你看清楚正反瓣。哎，这个颜色不行了，里面太黄了，算了，就这样吧，就这样吧啊。然后我们调一点这个赭石哈，这个底下花瓣咱们调一点赭石，在笔肚里面啊，再调藤黄，调珠标，大红，曙红可以不调啊，直接调这个胭脂，笔尖再来调一点焦茶，这种看着是脏脏的这种颜色，看着是脏脏的这种颜色的这种色调。先画一个大花瓣，啊，然后我们其他的花瓣我们再来展开，其他的花瓣，还是一样哈，蘸一点点藤黄珠标，好胭脂，然后笔尖再来蘸一点焦茶，赭石调一点进来也没有关系啊，有个赭石调一点进来也是没有关系的。好，这两朵花相交集的地方就要小心一点哈，小心一点。好，这个花瓣再来一层。像这一朵花的话，基本上我们也没有完全按照这一朵花去画。好，笔尖再来蘸一点焦茶，好，可以回一下笔啊。好，再来加一点点底色，然后我们调一点点这个盘子边缘的颜色，还是可以调一点藤黄，一点珠标，一点大红哈，大红、曙红都可以加一点点。好，这边这个花瓣稍微伸出来一点。好，咱们看一下这个花型。始终姐的这个花，因为太小了，感觉它有点没有伸展开来啊。太小了，没有伸展开来，总感觉它有一点小气。这样也行哈，也可以。也行吧，也因为画不了太大呀。好，把这个花瓣加大一点点。好，回一下笔啊。
好，把笔洗一下啊，把笔洗一下，然后我们再来蘸底色，洗一下再来蘸底色，重新把底色调一下，然后我们再来调整一下外形，蘸一点点这个赭石，或者是直接用底色，去调整外形。就是不够的地方，我们再加一点点啊。让这个虚的地方更浅一点点。好，调整外形啊。调整的时候也很重要啊。就是你想把这个花慢慢往上加一点点，就加一点点啊，直接用这个反笔去调整，再加一点底色，调一点这个赭石、交叉、藤黄，还有这个胭脂，然后再调一点交叉在笔尖上。这个花瓣始终就觉得放不开，这个花瓣就没那么好看啊，还是想把这个花瓣放开一点点，特别是这个绣球型的这个花瓣，如果没放开的话，始终觉得它有点缺少了一点什么啊，就觉得缺少了一点什么。好吧，就这样吧。就这样吧。来，3朵在一起啊，3朵在一起，有点齐。当然，我们后面还要去用其他的花去破啊，三三两两的在一起，让这个花有三三两两的在一起。这朵花有可能我们会用叶子遮掉一些。